她是挣扎在底层的一名少女，为了生存，在伦敦西区公爵夫人家做仆人。可今天却是一个意外的日子，在她为主人上茶的时候，被老女人直接拽到了身旁。玛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本想挣脱对方的束缚，谁知竟被寡居夫人往胸膛上按压。或许是丈夫死得太早了，寂寞的老女人产生了难以形容的想法。不仅如此，还没等玛丽反应过来，对方又强力撕开了她的衣服，一系列操作让懵懂的女孩忍无可忍。玛丽只能害怕地逃离了此地，同时也因为这件突发的事，让她失去了第一份工作。好在玛丽青春靓丽，并且拥有做女佣的工作经验，于是很快又在另一个大户人家找到了生计。但事实完全出乎了自己的预料，新主人有个长相英俊的儿子，况且酷爱读文学书籍，这很符合玛丽所向往的伴侣。 Would you read to me? Oh. 玛丽丝毫没犹豫，便坐在了男孩旁边，用那并不熟练的文字水平，把一旁的少爷逗得开怀大笑。而两人也在进一步的沟通中，难免内心会泛起年轻悸动的波澜。但没想到，屋内欢声笑语的交谈被女主人在外面听个正着。夫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本想开门阻止两人独处一室，但在最后一刻又选择了放弃，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了。殊不知，二人的读书时刻早已演变成了床上的过分运动。以后的日子里，玛丽习惯了这里的工作，只是少爷每次回到家，门铃响起的刹那，她就像丢了魂的少女一般，不顾夫人的呼喊，情不自禁地跑到2楼，然后两个小青年迫不及待地腻歪在一起。尽管夫人在门外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但看到儿子和女仆在一起如此开心，她并没有出面干涉，似乎默许了二人的进一步行为。但玛丽也并非一个靠外表的女孩，她能熟练运用一手算盘，精确算出自己购买物品的价格，就连商家对此都瞠目结舌。然而如此多才多艺的女孩，很难不被路人给发现。一个穿装得体的绅士主动向玛丽搭话，可恰恰在两人聊天的时候，被正在逛街的夫人给看见了。That handy little thing you got down there. It's an abacus. A what? An abacus? It's a Chinese invention. You calculate on it. Or how much will my bill come to? Let's see. Strawberries, spinach, rhubarb, and one very fresh sole. All adds up at half price to 1 shilling and 11 pence. 在短时间内把购买的商品算得精确无误，男人很佩服玛丽的本领，并且善意地送女孩回家。但事实上，玛丽还是太年轻了，初次相见就被对方的样貌所吸引，而且还在雇主家的洗衣房里，就想屈服对方的下一步行为。谁知就在这关键时刻，夫人却突然打开了门，一切景象尽收眼底，男人也被吓得赶快离开了这里。可玛丽的命运又该如何呢？果不其然，女孩当场被扫地出门了，这是她意乱情迷付出的代价。一手好牌打得稀碎，怨不了任何人。就这样，玛丽徘徊在伦敦的闹市街头，只能找个出租的旅店暂时住下。然而在和房东的聊天中发现，玛丽的母亲在她9岁时就去世了，父亲也抛弃了她，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积蓄，只有一件古老的算盘。但房东却认为算盘也不能当饭吃，还不如赶快找份工作，免得将来付不起房租。于是玛丽依靠精通算盘的本领，很想在当地找份会计工作。然而工厂门口的竞争者太多了，只有玛丽一个女孩，这引起了老板的格外注意。与此同时，玛丽对于近在咫尺的工作很积极，不断向对方解释自己与众不同的计算方法。这让老板当场给他了一个测试，如果能准确无误地算出来，就破格让一个女人担任会计工作。如此一来，现场的男士竞争者很不满。 But she's a cheat, a witch. And that contraption, it's not Christian, sir. Nor am I, so I don't mind. 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女孩竟在短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老板出的题给算出来了。所以其他人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并答应女孩明天一早准时上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一个女孩能找到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况且还是无数人竞争的会计工作。为此，玛丽本想在街边买些水果庆祝，谁知刚才那群男人也围了过来，甚至把可怜的玛丽拽进了巷子，然后众人把她按在地上，肆意报复这个影响他们工作的女人。更令人发指的是，为了粉碎玛丽精通算盘的方法，这群恶徒竟然用脚狂踩玛丽的那双手，让她彻底失去生存的能力。然而一声声悲凉的哀嚎把工厂里的老板给引了出来。等老男人在巷子里发现残喘的玛丽时，那双改变命运的双手已变得血肉模糊，而老板此时能做的也只是把玛丽送往医院，仅此而已。转眼来到1个月后，可怜的玛丽再也无法熟练地拨打算盘，同时她的遭遇也并没得到房东的同情，没有钱是不能继续在这里住下去的。尽管女孩苦苦向对方请求，可这就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怜悯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于是玛丽在漆黑的夜里独自徘徊，看到有男人主动搭讪，她开始极力拒绝对方提出的条件，但当自己冷静下来时，或许这是她唯一能生存下去的条件了。就这样，
玛丽沦落成了街头的风尘女子，一次次在堕落中苟且偷生。可即便面对如此悲惨的女人，依然有些过分的人不负给报酬。然而玛丽街边的咒骂声却引起了一名贵妇的注意。 You had a bad one there, love. Do you want to come in? I got some broth. It's nice and hot. 于是玛丽在贵妇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份难得的食物，但其实这个好心的女人别有用心，就是想玛丽加入他们的少女之家。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女人头一次尝试接待客人，就被老板娘安排了一个满脸痘疮的男人，为此玛丽是坚决反对的。然而到了这地方就得服从安排，甚至遭到老板娘凶狠的耳光。但玛丽天生就是一个犟种，她把老板娘推到一旁后，还没穿好衣服就疯狂地逃离了此地。可离开了少女之家，哪里又会是玛丽的容身之所呢？寂静漆黑的街边，沉睡的玛丽又遭到了一名男子的抢劫。明明是一个可怜的流浪女，身上怎会有钱财呢？于是玛丽想用自己的身体向对方换取不杀之恩。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玛丽看清了对方男子的脸，这不就是导致她被解雇的鲍勃吗？两人在雇主家的洗衣房里乱来，从而玛丽被辞去了女仆工作，这让鲍勃心里多少有点内疚。于是他向玛丽介绍了一个人，伦敦东区著名的销赃贩子所罗门，靠买卖赃物为生，正好缺一名管理赃款的会计，而玛丽善于利用珠算为别人理清账单，所以他毫不犹豫敲响了门。开始所罗门还有些警惕，毕竟自己从事非法的勾搭，但当听说女人是鲍勃介绍来的，所以男人先把她请进了屋里，而玛丽上来就展示了她的算盘，并答应今后会为对方理清账单，只求在这里能有个容身之所。Will you not be sorry to employ me, Mr. Solomon? I am completely trustworthy. Trustworthy? By your own word? By my own word, I'm the King of Spain. The Prince of Fences. 眼见对方并不信任他，于是玛丽想让他出题测试。然而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却被所罗门给发现了。可即便知道女孩经历了无法想象的磨难，但也不足让她留下来，毕竟这个地方不是收容所。而男人看玛丽长得挺漂亮的，却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 Lift your skirts. 但没想到，女孩为了生存下去，竟然真的掀开了裙子，这是所罗门没有预料的。于是他放下了戒备之心，决定测试一下玛丽是否有真材实料。一连串复杂问题摆在眼前，女孩的算盘打得震耳欲聋。可当男人刚把问题叙述完，玛丽竟奇迹般的说出了结果。等所罗门再详细的一遍计算后，显然女孩的结果是正确的。他没想到小小的算盘居然有这么大能量，而男人也信守承诺，决定给他提供一份工作，只不过是叫玛丽去他妻子的少女之家。原来此人和女孩之前的老板是一家人，玛丽感觉被骗了，用力推搡所罗门后，便想立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男人哀嚎的叫喊又让他瞬间停止了脚步。只见染红的玻璃碎片从后面拔出，玛丽对刚才的莽撞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叫所罗门趴到桌子上，然后脱去对方的裤子，把一个个鲜血淋漓的碎片从男人的身上拔了下来。也就是从这一刻，所罗门改变了对玛丽的芥蒂，真心诚意认可了这个善良的女孩。以后的日子里，两人成了密不可分的合作伙伴，也逐渐演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情侣。即便知道所罗门有个强势的妻子，可玛丽依然心甘情愿地做他背后的女人。事实上，所罗门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即便每天准时和家人用餐，但和妻子的关系只是在孩子面前的假象。就连家里重要的保险柜也分别设置了2个不同的密码锁，丈夫知道的妻子不知道，妻子知道的丈夫不知道，只有两人同时输入密码，才有使用里面财物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流逝，所罗门在玛丽的帮助下生意越来越好，成了伦敦扒手销赃的聚集地，而两人的关系也由此更近了一步。为了答谢玛丽这段时间付出的辛苦，所罗门决定也给她开办一所少女之家。毕竟这门生意玛丽轻车熟路，况且谁不想自己的资产越来越多呢？于是伦敦又一家知名公司顺利开张，许多绅士贵族慕名而来，而玛丽当之无愧地成了老板娘，甚至被所罗门认为她是一个能帮助走向山巅的贵人。但两人怎么都不会想到，外面一双嫉妒的眼睛正悄悄注视着这里。原来鲍勃是所罗门妻子安插的眼线，如今把两人的丑事全部告诉了这个女人。安娜不仅憎恨玛丽抢了她的生意，而且还霸占着她的男人。尽管和丈夫早已名存实亡，但违背自己利益的事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安娜来到警局，悄悄把一封信交给了警长，检举丈夫销赃枉法的行为。而警长很纳闷，明明是别人眼中羡慕的夫妻，为什么还要大义灭亲状告丈夫呢？但安娜接下来的行为诠释了她和所罗门早已划清了界限。第二天清晨，沉睡的玛丽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一大批警员已闯入了少女之家，并在屋里找到了记录账单和仅有的一名工作人员。玛丽本想趁乱逃走，无奈还是被警务人员给逮捕了。与此同时，躲藏的所罗门也未能幸免于难，男人被扣押来到了监狱。与
与他心爱的人再度重逢，即便再多的歉意，也无法连累对玛丽的伤害。但女人并没有责怪他，因为这都是自己选择的路。很快到了所罗门案情审理的日子，由于距离法庭的路途较远，男人半路谎称肚子有点饿了，想请随行的警员吃点东西，没想到两人居然答应了。事实上，这是所罗门为逃跑做的计划，因为他早已买通了旁边年长的狱警，趁着同事上厕所的间隙，悄悄打开了所罗门的手铐，然后上了一辆早已准备好的马车。可玛丽就没这么幸运了，由于帮助头号嫌犯销赃枉法，女人当庭被判处流放到范迪门斯地，一个号称恶魔都不敢轻易踏进的地方。与此同时，悠闲在街上行走的安娜突然被临近身旁的丈夫一下拽到了马车里。You betrayed me. You shot me twice. I don't care if I never see you again, but I want my money. You're a fool, Archie. You'll never get me to open that safe. I want my money. Never, never, never. No, this the storm and the ship goes in half an hour. Is it like ever you? I'm not a killing man. 原来男人想尽快逃到美洲，看来他保险柜里的钱是得不到了，于是只能在气愤中把他的妻子一脚踹下了马车。然而失去了丈夫的密码，玛丽也无法打开那该死的保险柜，而一旁的儿子为母亲站岗放哨，却突然听到地板上走动的声音，没想到居然是安娜的眼线鲍勃。男人鬼鬼祟祟的转悠，并把一件东西悄悄放到了水壶里。等安娜从地下室上来后，儿子把鲍勃来过的事告诉了母亲。而就在女人感到诧异之时，突然闯进两个警务人员，仿佛带着任务一般，直接从水壶里找出了一只金表，而这件东西就是之前被盗的手表。同时安娜也是赃物贩子所罗门的妻子，显然女人再多的解释也无法撼动法官对案情的判决。和可怜的玛丽一样，安娜也被流放到范迪门斯地，一切全结束了。而就在安娜即将被带走时，她却看到了幸灾乐祸的鲍勃。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女囚被流放到澳洲的一块小岛上，整个小岛没有设置牢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所超大的监狱，也可以说只能进不能出，想要逃出去比登天还难。而怀抱珠算的玛丽也是其中之一。很快，女囚们开始了岛上的劳作生活，每天不停地挖土豆，导致玛丽那双遭受伤痛的手旧病复发。可即便短暂的停留，也会受到监工的批评。Keep working, woman. 每天循规蹈矩的生活成了玛丽无法摆脱的枷锁。然而就在回到寝室查看双手的伤情时，一个咒骂的女人突然撞了她一下。原来醉醺的士兵想要骚扰她，不管女人怎样向对方求饶，似乎都无济于事，甚至强力拽着她就要离开。Get away that easy. Come on. Well, let's get him outside. He's had so much rum. He won't remember a thing. 经过这次突发事件，勇于提供帮助的玛丽被这个老囚犯刮目相看，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告诉了玛丽很多以前发生的事，包括不远处一座繁茂的大山，那里有干净清澈的泉水和良好的土壤，如果能种植土豆的话，味道会与其他地方的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女人告诉玛丽了一个秘密，其实威士忌就由土豆酿造的，口感比小麦的味道还要细腻，如果能用山上土壤种出的土豆来酿酒，有可能成为澳洲殖民地第一批富豪。即便玛丽现在是一名囚犯，可对方的话却深深烙在了她的心里。但天有不测风云，玛丽在伦敦的情敌安娜居然也被流放到了范迪门斯地。谁知她并没和其他囚犯一样，而是被分配到了一位绅士家里做女佣。安娜表示对这样的安排有所不解，可面对军官一副厌烦的态度，绅士立即让安娜稍安勿躁，等回到家再向她解释清楚。与此同时，玛丽就在隔壁的院子里，她开始盘算着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甚至主动接触小岛上的商户，用珠算绘制了一些账单，让商人觉得种植花卉也能有利可得。其实这只是玛丽接触上层贵族走出的第一步。这边安娜带着孩子来到了绅士的家里，连大带小足足4个人，就连旁边的夫人都感到一脸茫然。然而绅士之所以收留了安娜，其实一切都是她远在纽约的丈夫指使的，可能还保留一丝旧情吧。况且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所以丈夫用钱打通了官员和绅士，让妻子躲避繁重的体力劳动。看来即便把丈夫坑得体无完肤，所罗门还是念点旧情的。但旁边的绅士也并非一无是处，他告诉安娜自己在检察部门有一席之地，这让女人立即引起了兴趣，因为她一直要报复玛丽。There's a woman here. A convict. She's an whore, and she stole my husband from me. She's the reason I'm enduring the injustice of this conviction. I would like to see her looked after properly. Make no mistake. I will oblige your desires at any time. You look after me, and I'll look after you. Her name's Mary Abacus.
转眼来到1周后，由于玛丽努力种植花卉产品，从而得到商人的青睐，由此在官员面前获得了假释权，开始正式脱离体力劳动。另一边，安娜的生活也有滋有味，虽然是一名女仆，却弄得绅士妻子去干家务活，自己则潇洒的养尊处优。然而就在这时，绅士垂头丧气的回到家里，看到两人关系越来越亲密，妻子可谓满心不悦。安娜本想让绅士去报复玛丽，可对方脱离了当局的管辖，帮助商人经营着一家门店，所以绅士目前也无能为力。而就在安娜心有不甘时，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女人万万没有想到，她的丈夫所罗门也来到了澳洲。安娜瞬间一脸震惊，明明所罗门逃亡到了纽约，怎会也来到这不毛之地呢？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in New York. Well, when I heard of your misfortune, I caught the first available ship out of Boston. Why? My dear, aren't you pleased to see me? Please, you tried to strangle me. What do you want here? 妻子根本不相信丈夫的谎言，在她眼里，所罗门为了2件事而来：一是保险箱里的钱，二是看望她心心念念的情人玛丽。仿佛这2点都被安娜说中了，丈夫甚至被怼得哑口无言。然而要在自己眼皮底下秀恩爱，妻子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了除掉这个眼中钉，她把所罗门所有犯罪的事实告诉了面前的绅士，而绅士也丝毫未犹豫，转头就来到相关部门报案。 I have some quite extraordinary information. 在家的所罗门有点坐立不安，妻子不再跟他多说一句话，这让男人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于是果断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在经过向街上的人打听后，所罗门找到了玛丽所在的地方，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誓言，心里一直都深爱着玛丽。可就在女人激动地上前准备拥抱时，几个士兵瞬间从后面涌现而来，然后拖着挣扎的所罗门离开了玛丽的视线。不知这辈子还有没有相见的机会了。而女人能做的，也只是拿着所罗门赠予的项链，久久无法释怀。几天后，男人被发配到矿山上，和其他囚犯将经历地狱般的生活。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妻子意外发现丈夫竟光天化日之下和家里女仆手拉手，这让她实在无法容忍，上来就拽着丈夫离开。而男人还在为安娜开脱，表示一个寡妇带3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但这破坏家庭和谐的事，妻子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当场就要解雇这个肆无忌惮的女人。可就在拽着丈夫想要离开时，安娜却生气地拦住了他，因为自己本身是一个假释犯，花了很多钱才在对方家里做女仆，如今仅凭夫人一句话就要辞去她，这让他和3个孩子该何去何从呢？而安娜疯狂拉扯的行为被夫人直接扇了一嘴巴。与此同时，女人在反击中又把夫人推倒在地，却没想到2人的行为正好被巡逻的警官发现。夫人在地上痛哭地控诉着，而安娜本身就是一名流放的女囚，所以她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也把3个孩子彻底从身边分开了，放着难得的好日子不过。这次安娜被分配到了棉花厂，和其他女囚犯一样，每天有干不完的活。而相比她一心复仇的情敌玛丽，2人的境遇却完全不同。女人为商人售卖花卉赚取了丰厚利润，商人高兴之下给玛丽谋取了一个秘书部的职位，这是对玛丽辛勤付出的回报，也是流放女囚中破天荒的幸运。但玛丽却委婉地拒绝了恩人的好意，因为她不想离开一心经营的花卉生意，这让商人实在无法理解。毕竟这种改变命运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但其实玛丽还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想法，她想利用以前学过的知识，去教那些囚犯带过来的孩子们。 Those children are the spawn of convicts. Little more than idiots. Incapable of improvement. You would have such creatures studied Latin? I am one such creature. I was born an urchin same as them. But I was given books by me father and by friends. Oh, sir, couldn't I just try to teach him? I could do 3 mornings a week and still manage the gardens. I could arrange a class in the spare room by the dormitory. 面对一个善良的女人，很难不被别人接受。于是商人在思绪过后，决定在囚犯孩子们的寄宿学校给他一个担任老师的机会。但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寄宿学校的牧师断然拒绝了玛丽，因为他不认可一个流放的女囚会让罪犯的后代们更好。这种事情前所未闻，甚至认为对方在亵渎上帝的言行。Not Then why do you teach him? because their souls must be saved. Are you saved? I don't rightly know, sir. If you are not saved, we cannot allow you to contaminate these children with education. Well, to be safe, sir, what must I do? Repent your sins. You must have sinned. Yes, I have. Though someone, a good man, talks of my honesty, my... not worthy, sir, of his praise. 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Yet if the sinner admits the sin, there is hope.
牧师解释完，便让玛丽跪在信仰面前，他要让玛丽虔诚地表示悔改，这样就可以给她一次救赎的机会。于是，牧师把女人带到这群可怜的孩子面前，正式成为寄宿学校的老师。然而让他意外的是，情敌安娜的3个孩子也在里面，但善良的玛丽怎么会把上辈恩怨强加于幼小的孩童面前呢？况且这也是她深爱男人的后代。与此同时，当玛丽收到孩子的来信时，情况却截然相反。That bitch has got my children. 画面一转，不幸的所罗门正在经受劳改生活，2个女人也都是因为他而流放到澳洲的，如今被妻子坑得如此境遇，也只好面对这几年艰难的劳改生活了。所幸他在这里认识了黑人囚犯比利，看到对方独自在吃野果，所罗门本想也尝尝，没想到味道确实不错。不仅如此，比利又带他去了另一个地方，这小子在野外生存能力很强，总能找到一些意外的食物来补充身体劳累所欠缺的营养。Oh, what are you eating now? 比利抓了一只肥硕的树虫，让所罗门也品尝一下这独特的风味。男人一脸不可思议，可看着对方如此娴熟的咀嚼，于是也忐忑地放进了嘴里，从勉强的接受，再到细细的品尝。事实上，虫子的味道也挺美味的。所罗门感谢比利的同时，也好心地提醒他，因为这个黑人脾气有点倔，想要生存下去必须随波逐流，但一个人的性格却是很难改变的。果不其然，一天大家正在山上采石头，可唯独比利站在一旁不知思索着什么。不管监工如何要求他，男人就是不听从命令。于是比利被捆绑到了木桩上，然后在其他囚犯的注视下，狠狠抽打这个不听话的黑人。即便面对如此残酷惩罚，可比利依然紧闭牙关，不愿向施暴者给予任何屈服。这跟所罗门曾经提醒他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理念截然不同。就这样，时间来到1年后，正在教女囚干活的玛丽迎来了不同寻常的一天。Mary Abacus, your day has come. 玛丽终于成了自由身，彻底摆脱了流放女囚的枷锁，而商人则是她真正的恩人，一个改变她命运的恩人。于是，玛丽第一站就来到了惠灵顿山。这些年，她悄悄攒了许多积蓄，这是商人不曾知道的，也是为即将开办的工厂做的准备。然后又把钱埋在了溪流边，接着又脱下了身上的衣服，仿佛一个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让清澈的泉水洗去身上的尘埃，发自内心的大声欢笑，迎接这全新的世界。与此同时，在棉花厂劳作的安娜也终于得到了假释的机会，但军官警告她，一旦发现她参与任何非法行动，会立即被重新逮捕。同时，一则文件还要求安娜离开奥巴特，并居住在新的城镇诺福克，最好是当女仆，以此作为生活的方式。而女人在离开之前，首先来到了寄宿学校，因为她要把3个孩子一同带走。Where's that Mary Abacus? I demand to see her face to face. You are disrupting my Bible reading. Steal my children's affection from me. Nonsense. Mary Abacus cared only for the welfare of her charges. She would never have done such a thing. Your children await you in the presbytery. 好在玛丽请了几天假，才让这2个宿命的敌人未曾相见。于是安娜带着她的孩子们离开了，去往了新的城镇生活。可有些女人一旦经验缠身，就能很快嗅到商机。一个身穿得体绅士的注视，让风情万种的安娜立刻心领神会。毕竟她得为3个吃不饱饭的孩子考虑。随后接下的事自然水到渠成，女人利用身体得到了对方的信任，也成功为自己找到了生存下去的条件。I'm in a position to bring you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 affection, George. Much more. 画面一转，玛丽把商人带到了惠灵顿山，而女人也丝毫未掩饰，她把想在这里种土豆的事情告诉了对方，并且将来还会用土豆来酿酒。毕竟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良肥沃的土壤，甘甜清澈的泉水，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即便玛丽恢复了自由，可曾经女囚犯的标签是不允许她做生意的，而眼前的男人却可以做到。商人在这里的势力很庞大，而且殖民地的官员与他关系非同一般。于是玛丽想借着对方的名号来开办工厂，这样她就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业了。开始商人是有些反对的，可玛丽的善良早已融化了他的心，让他不得不帮助这个可怜的女人。于是有了商人的鼎力支持，玛丽的土豆工厂顺利开张，酿酒厂也同时进行，一切仿佛都向成功的彼岸前进着。直到一个熟悉的人突然造访，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工作的女人突然意识到后面有人悄悄走了进来，而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劳改多年的情人居然回来了。Having recently been released with my ticket of leave, I wish to apply for the position of clerk with your company. Can you keep a ledger? I can certainly do that, yes.
这一刻，玛丽所有的等待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可向往的平静生活，难免会有意想不到的插曲。一天晚上，所罗门在路过街边时，发现天桥底下躺着一个人，于是他赶快来到下面查看。但不幸的是，眼前的女人似乎已经失去了生命。而就在他感到惋惜时，旁边裹布上沾染的液体，让所罗门立刻意识到，女人可能是生产时死掉的。与此同时，对方腹部还有轻微的蠕动。于是男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掏出身上的匕首，再果断撸起了袄袖。等所罗门第二天回到家时，两个可爱的双胞胎宝宝愕然出现在玛丽面前。女人一脸惊呼，赶快询问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而男人也立即向对方解释，免得滋生出误会。原来昨天的那个死者名叫贝尔，其实在伦敦时就和所罗门是朋友，不知为何也被流放到了澳洲，恰巧又在街边发现了这一惨剧，所以他只能把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带了回来。玛丽很善解人意，况且两人目前也没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当丈夫提出送到寄养院时，女人立即决定由他来收养。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两人却搞不明白，为何偏偏还有个巧克力娃呢？或许死者生前同时有两个男友吧。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决定收养这两个孩子。 What do you say, my dear? They're beautiful. Thank you. Oh. 就这样，转眼过去了10年，在玛丽的悉心照料下，两个小家伙每天都在快乐中度过。但直到安娜一家人搬到奥巴特，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安娜本来是所罗门的前妻，曾经由于一些变故，只能带着孩子投靠一个富有的绅士。如今孩子们也长大了，安娜很希望绅士把一些产业交给儿子打理，可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况且大卫根本不懂经营。几句讽刺的话，让男孩实在无法招架继父的羞辱，于是生气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You've upset him. You're upsetting me. Fine talk, that is. David in charge of the brewery. He's a wastrel. That is my son you're talking about. Precisely. 几天后，玛丽和丈夫正在清算账单，因为酿酒厂已经很久没盈利了，甚至几乎濒临破产。而就在今天，两个在外玩耍的孩子长时间未回家，让着急的玛丽心急如焚。她试图向外呼喊，可始终没有回应，于是决定带人去山上寻找，但结果却是一样的。整个惠灵顿山也没发现两个小孩的踪迹，这种结果无法想象，让玛丽瞬间陷入无尽的悲伤之中。然而不必要的麻烦接踵而至，所罗门在夜间遇到了一个不速之客，原来对方是他的亲生儿子大卫。男孩毫不犹豫，竟对着父亲掏出了枪。虽然所罗门这几年并没去管孩子，但也不至于如此对待他的亲生父亲。随后两人走进了旁边的仓库，接着大卫递给父亲了一件东西，里面装着一只黑色的手指，这显然是他把两个孩子给囚禁了起来。原来大卫在继父的家里过得并不如意，因此剑走偏锋，想从所罗门这里获得应有的归属感。他知道父亲在伦敦还藏着一个保险箱，里面是他和母亲所有的积蓄，于是想用这种无耻的手段从父亲口中套出密码，不然就会每天收到一只切断的手指。然而所罗门丝毫未隐瞒实情，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玛丽，但他却故意隐瞒了保险箱的秘密。玛丽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这样做，还以为是那个可恶的女人指使的，于是他这次实在无法容忍，决定去找安娜当面对质。而这也是两个女人时隔多年后再次针锋相对。Oh, where are you keeping them? My children, I want to see them. Oh my God, Mary Abbott. I'll sign any paper, any agreement, just give them back to me. You can't just barge in here. What agreements? 其实安娜根本就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全是儿子大卫的擅自行为。直到所罗门的出现，并把割断的手指摆在安娜面前，女人依然不敢相信儿子会做出这种事。与此同时，玛丽从手指上发现了一些破绽，因为小黑娃的手指上有疤痕，而眼前的显然不存在，所以可以明确断定大卫并没做出出格的事，但不排除对方确实绑架了两个孩子。而这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保险箱的密码。当安娜把这件事挑明时，所罗门立即带着玛丽想要离开。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难道还向心爱之人有所隐瞒吗？等回到家后，玛丽似乎对两人的忠诚有所质疑。历经了那么多磨难和艰辛，甚至当初为了所罗门才被流放到这个荒岛上的，难道直到现在还换不来一句实话吗？其实所罗门之所以没告诉玛丽保险箱的事，是因为他不想用那件东西来困扰生活。况且保险箱是引起事端的导火索，而目前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如何找回他们的孩子。几天后，失去孩子的夫妻二人日渐沧桑。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曾经和所罗门同甘共苦的劳改犯突然出现在两人的面前。尽管时隔多年，但所罗门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好兄弟。可事实上，比利并不是叙旧情来的。他听说孩子失踪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而自己又恰巧看到过一个小孩被人贩子铁链捆绑的黑人小孩。虽然与自己的肤色相同，但可以断定并不是他们的族人。而比利所说的，这不就是玛丽的儿子吗？于是女人按照比利指定的地点，独自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旅程。而所罗门由于身体不好，并未与妻子一同前去。接下来大结局如何？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
女人为寻找儿子进入深山老林，可她刚一抬头，就发现不远处一只野狗。玛丽瞬间被吓坏了，发出的阵阵呼喊声也成功引起了野狗的注意。于是她丢下手中的东西，拼命沿着山下逃窜。好在经过一段时间奔跑，后面的猛兽并没追过来。而她来到深山已经整整7天了，却始终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这让一个柔弱的女人怎能顽强地坚持下去呢？随身携带的水喝完了，只能依靠溪流被污染的水，强忍难闻的气味，勉强为自己解渴。困了就在岩石的缝隙处凑合一宿，但整个夜晚都无法入眠。茫茫群山峻岭，不知他儿子究竟被人贩子带到了何处。而就在玛丽穷途末路之时，眼前突然出现的马匹瞬间引起他的注意，而旁边的黑人男孩不正是他失散多日的儿子吗？有志者事竟成，一切希望就在眼前。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后面突然出现一个人贩子，把女人控制的同时，也把沉睡的小黑娃惊醒。随后男人把玛丽按在岩石上，上来就照脸部一拳，紧接着又不由分说撩开女人的裙子，本想做龌龊之事，好在玛丽临行前带了一把手枪。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玛丽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她可怜的孩子，但另一个寄养的儿子究竟又在何处呢？另一边，玛丽的丈夫自从丢了孩子后，身体就每况愈下，如今又经常遭到亲生儿子的骚扰。大卫为了能得到保险箱的密码，情绪变得丧心病狂，但所罗门是永远不会把资产交给这个不孝的儿子的。 You're diseased, David. Diseased. That trick you played with the finger. It was the work of a dog. A dishonourable, unfeeling dog. But I'm blessed, you see. Because somewhere out there are my real sons. Now, why don't you go back to the gutter where you belong?寄养儿子的失踪，亲生儿子的不孝，让这个老男人再也无法支撑疾病缠身的身体，重重摔在刚进家的地面上。等所罗门再次苏醒时，是亲闺女守在他的身旁，同时妻子玛丽也回来了，并且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失散多日的小黑娃终于安全回到了家，给这几天阴霾的日子多少增添了一丝丝温暖。而等所罗门身体稍好点时，他让朋友从伦敦把引起整个事端的保险箱运到了澳洲，据说里面的资产能购买10个酿酒厂。与此同时，前妻安娜带着丈夫也一同赶到。原来安娜把2人的共同财产上报给了律师，所以目前保险箱由政府保管，在选定一个特定的日子，由官员的见证下一同打开。而前妻的擅自行动，让所罗门再次加重了病情。在这改变命运的时刻，丈夫把曾经赠予玛丽的项链，也就是佩戴的那枚勋章，交给他的养子小黑娃，上面印刻的就是保险箱的密码。当天晚上，总有一些人耐不住性子，悄悄溜进了放置保险箱的仓库，而这个人就是所罗门的不孝儿子大卫。男孩太想得到里面的财产了，尽管知道母亲那边的密码，可父亲的密码却一概不知。男孩多次尝试依然无法打开保险箱，但他在里面发出的动静却引起了看守警员的注意。于是大卫擅自破坏规定的做法，被巡视的警员带走了。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实小黑娃早已躲在了仓库的暗处，并把大卫输入他母亲的密码，现在也了如指掌了。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双方也聚集到了保险箱前，但由于所罗门身体不好，所以让他的妻子玛丽来到了现场，由律师和执法人员见证，双方2人依次输入各自的密码，来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可万万没有想到，当安娜输入完密码，打开这向往已久的保险箱时，里面的景象亮瞎了众人的双眼。曾经奇珍异宝的财物，现如今竟然空空如也，而安娜更是不敢相信，她积攒了半生的积蓄，如同一场梦一般真实的不见了，这让她实在无法容忍。丈夫甚至扫兴地提前离开了。而就在这时，安娜发现里面摆放着一封信，她迫不及待地打开查看，一张字条彻底让女人破防了。 Always leave a little salt on the bread. What has he done? What has he done? 其实昨天晚上，小黑娃就把里面的财富取了出来，而眼前的这些奇珍异宝，足可以让他们的后半生衣食无忧。但不幸的是，所罗门无福享受了。男人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还没等和妻儿做最后的告别，所罗门就闭上了双眼，结束了自己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生活还得继续，酿酒厂在得到资金的支持下，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景象。与此同时，远处临近的一辆马车引起了正在工作玛丽的注意，而令她感到欣慰的是，那个消失已有2年的儿子，居然在商人的帮助下找了回来。太多的不容易，太多的心酸，不知男孩究竟经历了什么。Mama, I'm home. Will you take me back? Of course.
至此，玛丽的遭遇这部作品，阿涛就全部解说完了。它改编于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布莱斯科特奈在欧美地区最畅销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令人感慨颇多。从人物塑造来看，玛丽和所罗门等人物形象鲜明，他们虽有道德上的瑕疵，但在困境中展现出的坚韧与勇气令人动容。玛丽遭逢诸多不幸却未被打倒，她凭借智慧和努力，在澳洲建立土豆工厂，重寻生活希望。其顽强的生命力让人敬佩，而小说的社会背景描绘也极为深刻，展现了19世纪伦敦底层社会的混乱与黑暗，以及澳洲作为罪犯流放地的艰苦环境，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引发了对社会公平、人性善恶的思考。在主题方面，友谊与爱情贯穿始终，玛丽与所罗门之间复杂而深厚的情谊，以及他们在困境中相互扶持，展现了人性的温暖。而所罗门与前妻安娜，玛丽与安娜之间的爱恨纠葛，则凸显了人性的复杂与